大家好，我是于姐，今天给大家分享年夜饭的第9道菜——信阳焖罐肉的做法。做好了以后放在室温，储存1年半载也不会坏，而且越焖越好吃。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哦。我们做焖罐肉首选五花肉，像这样有3层五花的是最漂亮。我们做这个肉啊，做好了以后放1年它都不会坏。刚好今天还有一块回寿相间的肉和它一起做了。首先把锅烧热，然后呢把这个猪皮朝下给它叠过来，这样拿起来不容易烫手。然后呢在锅里来回的给它炒一炒。第一呢，它能去掉残留的毛渣；第二呢，可以去腥。就这样来回的炒一炒，炒这一面黄了以后，我们呢再给它朝下再翻过来。然后垫个抹布，避免烫了手，把这一面也给它烫黄，像这样就可以了。烫好了以后，给它放入盆中，然后加上大约30-40度的温水，用刀给它刮洗干净。这个时候要有残留的猪毛都已经都烧焦了，这样一刮最容易去腥味。清洗干净之后，放入囊中沥水备用。趁着肉沥水的时间，我们来切点大料，姜切成片，葱切成段。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下面我们准备一点香料，几片香叶，2个八角，25粒花椒。我们下面来开始切肉，肉呢一定要给它切成厚厚的块，大约就是1指宽。这样做焖罐肉才好吃。全部切好以后，给它放入盆中备用。锅烧至无水的时候，滴一点点的食用油，把锅先炖一下，避免那个凉肉下锅以后啊，它容易粘锅。随后把我们切好的肉再倒进去，用小火慢炒。开始的时候火不要大了，大了它容易炕锅。随后再加上适量的食盐。继续翻炒。做焖罐肉，我们这个肉呢，选的是回寿相间的，就是1层1层的五花肉，必须要切厚一点，把里面的回油先炼出来，一定要有耐心，用中火慢炼，把里面的回油炼出来以后啊，吃起来糯糯的，回而不腻，受而不柴。回油全部熬出以后，像这样黄澄澄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葱姜给它放在油里面，给它爆香，激发出里面葱姜的香味。大约又炒了2分钟，炒成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把香料、八角、花椒、香叶全部都再倒进去，继续再给它炒个1分钟。这个大料放进去以后啊，不要炒时间长了啊，炒时间长了就发苦。又炼了大约1分多钟，像这样就可以了。肉变得黄黄的，油都全部出来了，关火。准备一个干净的砂罐，然后给它放在砂罐里面。在我们小的时候啊，那个年代也没有冰箱，妈妈经常做焖罐肉给我们吃。因为做一次啊，焖到罐里面，随时用随时取，放1年它也不会坏。然后把炼出来的油全部都要倒进去。用油给它封个口，这样才能保存时间长。盖住盖子，给它放在阴凉处，让它自然晾凉。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前2天做的焖罐肉。这个焖罐肉呢，现在已经静止了，放多长时间都没有关系哈，你放再长时间都没关系。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焖罐肉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信阳特色菜焖罐肉的做法。首先我们准备2个青头的萝卜。这个萝卜啊，也是我们当地的水果萝卜，特别的好吃。把头尾给它削掉，再给它放在清水中，给它清洗干净。把清洗干净的萝卜给它放在菜板上，改一下刀，给它切成厚片。因为我们做焖罐肉啊，片切薄了，一焖它都容易烂掉，就切成这样就可以了。切好之后，给它放入盘中备用。
萝卜切好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切点小料。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接下来再来切点姜片，姜切好以后也给它放入盘中。我们再来切点蒜片，蒜片切好以后放和葱姜一起。锅烧后无水，取适量的焖罐肉。好，这些就够了。再次把里面的油给炒融化。再次把油炒化以后，要是感觉里面的油多了，可以把里面的油刮一点起来，这样在吃起来没有那么油腻。随后把葱姜干倒进去，爆一下香。这样炒着炒着，这葱姜的香味就炒出来了。葱姜炒香以后，把萝卜片下进去，继续翻炒。里面尽量有一点油，油不要全部给它刮下去完了。刮完了以后你这个萝卜焖出来就不好吃了。就这样给它翻炒个2分钟，炒出萝卜断分，然后再加上适量的清水。清水呢没过这个肉，像这样就可以了。下面开始调味，首先在水里面加上适量的食盐，再加上黑胡椒粉少量，再加点白糖提鲜，加一点点生抽提味儿，再加点蚝油增加口感，然后给它翻拌均匀。盖住盖子，开中火焖30分钟。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打开锅盖，再用大火给它收汁。这个时候不要来回的翻，假如来回的翻的话，这个萝卜特别的软，就不成形了。汤汁收至浓稠时，加上适量的鸡精，再次给它翻拌均匀。关火出锅，出锅装盘。我们的信阳焖罐肉就做好了，汤鲜肉烂，肉回而不腻，瘦而不柴，特别的好吃。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我是于姐。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啦。